我做心脏手术的这天，霍奇说公司有急事，匆匆离开，直到我苏醒，也莫见他回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资助的贫困生大学报名，小姑娘迷路了，哭唧唧的给霍叔叔打电话，说下雨了，他一个人好害怕。霍奇急得开车满城找他，陪他去学校报名，办理入住，时间还早，又给他买衣服，带他吃那个他羡慕已久但舍不得吃的 KFC。 前情提要结束，正文开始，书接上回。次日一早，全飞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，通知我不必参加训练了，另外给我安排了工作，让我去办公楼签个字。去后才知道是全飞安排我进电影剧组，说我外形和女主相似，让我给女主当替身。昨晚才得罪了全飞，他哪会这么好心？我知道不了解真实情况绝不能签，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根弦绷紧。助理看见我犹豫，在旁撺掇催促，是知名导演的作品，女主是3线演员呢，你这是走狗屎运了，赶紧签。签完后，助理就变了张脸，让我去摄影棚拍宣传照。去后，助理给我塞了个纸袋，里面是2件几乎半透的蕾丝内衣。这是什么？我紧紧抓住纸袋，指节发白。全飞的助理一脸冷漠，忘了告诉你，这部电影有几处大尺度镜头，要求女主全裸出镜，你先拍一些照片，到时候宣发用。我立马拒绝。助理嗤笑了声，你可想好，你在合同上签过字的，不做就等着赔钱吧，日后资源也不会给你一点，而且你不参加培训，补贴也不会给你了，你也不能出去打工，否则就是违约，你考虑清楚。其实根本不等我考虑，助理就让化妆师过来，将我强拉进更衣间，换上那套暴露的内衣。虽然贴了乳贴，但羞耻感依旧让我愤愤，脸红到了胸口。我站在幕布前，灯光打过来，刺得我眼睛发红。摄影棚人很多，都在一旁看我。遮什么遮，手放下来。摄影师拿着相机对我指手画脚，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，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。他又嘟囔了句，再遮也就那么一点，没什么看头，修个什么劲儿。我想霍奇肯定在某个地方欣赏我的一举一动，小猎物无助的表情会激发他的摧毁欲。我的眼泪成串掉下，双臂无力的垂下。摄影师拍了几张，烦躁道，哭的妆都花了，这怎么拍？助理跑过来，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。他们的目的本就是羞辱我，教训我，目的达到，没再为难我，让我离开，告诉我过2天还要拍2组。这糟心的一天总算度过，我在卫生间洗了很久的澡。尽管我知道，我现在必须要扮演好这个小白花，可那些人强奸似的目光，仿佛粘在了我身上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忽然，传来阵敲门声，我关掉淋浴，难不成是霍奇？匆匆穿好衣服，打开门，门后竟是全飞和他的助理。今晚有场替身夜戏。全飞上下扫了眼我，嗅了嗅，洗澡了？很好。我知道又一轮的羞辱要开始了，低头往后退了2步，我不太舒服。全飞根本不理我的情绪，直接指挥助理去收拾我的包和衣服，拉着我往出走。这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的角色，就算要死也得给我演了再死。可我根本没进过片场。我试图挣扎，对不起飞哥，我能不能不拍了？全飞瞪了眼我，耍什么大小姐脾气，你不拍有钱挣？你爸的债怎么办？我情绪松动，全飞推了把我走了。40分钟后，全飞带我进了片场，他与导演沟通了会儿，过来给我拿了件丝质睡衣，换上吧，不要穿内衣。我看了眼那睡衣，料子单薄，如果不穿内衣就什么都能看到。我双手颤抖，紧紧抓住睡衣，苍白又无力的为自己争取。我到现在都没拿到剧本，该演什么啊？全飞一笑，茶色墨镜后的眼睛无比阴冷，今晚只是试戏，与你对戏的也是替身。全裸强奸戏，要什么台词？我一听，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什么？全飞根本不与我多废话，给你5分钟换衣服，快点，别让大家都等你。屋子里只剩我一人，我现在心乱如麻，现在给霍奇打吗？不，再绷一绷。我换上睡衣，衣服质感很好，紧贴在身上，而因为冬夜寒冷，我身上的曲线更加凸显。我拽了条围巾裹住自己，缓缓走出去。全飞看见我，就上手扯我身上的围巾，不忘教训，要有演员的信仰，很多影后都露过点呢，你只是个替身，到时候只拍你的身体，脸不会出现在镜头。我死死拽住围巾，抬眼看去，
替身男演员已经就位，他也全裸，仅在腰间围了块小浴巾，特别猥琐地冲我一笑。我绝望地抓住全飞的袖子，飞哥，我不要拍了。全飞冷笑，到这个份上了，说不拍。他凑近我，看似嘱咐我一些注意事项，一会儿保护好自己，有些时候男替身很不懂事，容易擦枪走火。我惊恐地看向他，这是犯法。全飞挑眉，你可以去告。我泪眼汪汪，飞哥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全飞闻言，给助理使了个眼色。助理会意，跑去告诉导演，这边女演员出了点问题，稍等会儿。全飞将我拉到一边，避开摄像头和人群，压低了声音，马总还是挺喜欢你的。果然。我深呼吸了口气，冲他笑了笑。全飞愣住了，笑什么？我一把推开他，急匆匆跑去化妆室，反锁上门。那根弦该断了。我逼迫自己哭得更惨些，往眼底铺了点红色眼影，看上去像被欺负狠了。门外传来咚咚砸门声，全飞暴躁地命令我出来。我不紧不慢地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霍奇的电话。喂。男人清冷的声音传来。我声音颤抖地哭，霍总，救救我。半个小时后，我被霍奇带离了化妆室。他开车驶离了片场，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霍奇一声不吭地开车，我裹着羽绒服，哭得厉害。多谢您，我声音破碎。霍奇递来他的手帕，没说话。半晌后，他看了眼我，淡淡道，早都跟你说了，全飞不是好东西，现在被拿捏了，这才想起我。我低下头，哭得更伤心。霍奇打了把方向盘，驶入一条漆黑公路。我小声问，去哪里？霍奇，散心。所谓的散心，就是他沿着盘山公路开车到山顶。车子停下，并未熄。霍奇将窗子打下些，点了根烟抽，心情不好的人就要多看天空和星星。我眼皮不禁一跳，这是10多年前蓝英对他说过的话。那时他舅父一家去世，自己又被霍贤打压的厉害。我带他看星星，坚强走下去。我点了点头，将车窗全部打下来，趴在车沿看漫天繁星。这时霍奇放了首和缓的音乐，又给我递来个保温杯。我双手接过，谢谢您。霍奇笑笑，吸了口烟，指尖的橘色火光明亮。我喝了口水，浑身都暖了。霍总，我不想拍那种戏。我哽咽着说。霍奇的脸隐在黑暗中，五官精致，有如刀削。他悠悠吐出烟雾，这下可麻烦了，你已经签了替身合同，而且咱们也没什么关系，我没法干涉。我心里冷笑，这畜生已经明着潜规则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霍奇给了我一个爱莫能助的笑。我绝望的掉泪，我绝对不可能拍这种戏，大不了就是个死。霍奇大手伸过来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小小年纪说这种混话。我下意识躲开，霍奇的手悬在半空，他忽然变了脸，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，你还会帮我吗？霍奇淡漠道，我是个生意人，亏本的买卖从来不做，而且你是全飞手下的艺人，我要是帮了，传出去会很难听。你拍戏时保护好自己，不该去的场合不能去。说罢，霍奇就挂上档，准备离开。我按住他的手。霍奇挑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含泪望着他，难以启齿，别走。霍奇抬手，大拇指开去我脸上的眼泪，轻轻，现在我可以追求你了吗？我犹豫了片刻，点头。忽然，霍奇扣住我的后脑勺，吻了过来。我装作什么都不懂，任由他索取。他将我抱到后座上，解了我的衣裳。抖什么？我小声说，害怕。霍奇好笑地吻了下我，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我捂住脸，这是我第一次。霍奇轻咬住我的指头，挪开我的手，吻了又吻我的唇，我会轻点的。在迈巴赫后座，沈青青将自己给了霍奇。后来他带我去最近的一家酒店，折腾了我一夜。我是被疼醒的，浑身酸痛，身上遍布各种吻痕掐痕。霍奇从后面将我紧紧抱住，我们紧贴着，严丝合缝。原本是十分旖旎暧昧的画面，与我和噩梦无疑。我拉开他的手，准备去洗澡，却发现身上清爽，应该是他昨晚替我洗过了。回头看去，霍奇黑发散在额前，胳膊仍保持着搂抱的姿势。我白了眼他，穿上衣裳，轻手轻脚走出房间，坐电梯下了楼。清晨微冷，阳光温和。我张开双臂，
迎接着新生。系统，系统，我连声呼唤，心情激动。大概叫了7、8分钟，系统才上线。早啊，茵茵。系统嘿嘿坏笑，昨晚好激烈，人家都不好意思听，捂住耳朵下线了呢。我不理调侃，忙问，昨晚他最兴奋的时候，不住的在我耳边叫姐姐，他一定是情动迷乱了，现在爱意到100了吧？我攻略成功了吧？系统，不是哦，茵茵，现在只有61。我当即实话，破防了，怎么可能？上次吃灰菜，他的爱意值都有50呢，这段时间他机关算尽的掠夺我，现在终于得手，怎么可能只有61？系统忙哄我，别着急啊，霍奇本就是个骨子里冷情的人，当年那么爱你，最高爱意值才是85，昨晚上你们做的时候，他的爱意值一度冲到了80，说明他还是喜欢沈青青的身体呀，你再接再厉。我深呼吸了口气，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的爱意值具体数值？系统，什么意思？我冷静道，刚才听你这话，霍奇对我的爱意值是随时变化的，我需要看一下，自从我与他见面后，他的爱意值变化曲线。系统无奈，行吧行吧，闭眼。我一言闭上眼，脑中出现了一个折线图，有10多个上下起伏的拐点，霍奇对沈青青的爱意值果然在变化。比如墓园见面，爱意值是70，而医院骤降到0。我注意到折线图有一项是片场，爱意值是63，摄影棚55，而宿舍则是22。果然，霍奇就在暗中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，他就是在一步步将我的弦勒紧，等我主动崩断。等一等，我发现爱意值最高的点，并不是墓园初见，而是我来宙星面试那天，居然到达了95。怎么回事？那天我做什么了？我使劲回想，就像忽然被打通任督二脉，我懂了。就在此时，有人在背后抱住了我，我闻到股熟悉的木质男香。霍奇下巴抵在我肩膀上，还以为你跑了呢。我不舒服的挣扎，小心被人看见。霍奇把我抱得更紧了，没事儿，这个酒店私密性好，而且就算被拍到，我也有本事让对方闭嘴。我一阵阵犯恶心。霍奇似乎觉得我不动弹就是顺从，他很满意的吻了下我的脸，怎么站在这里发呆？我摸了摸肚子，饿了。霍奇轻笑了声，昨晚没把你喂饱。我是真的想吐了，可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装作红脸，小声点啊，被人听到了。霍奇心情越发好，害羞了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回酒店，再陪我躺会儿，过后让酒店把早餐送上来。回到房间，他看我的眼神又不对了，怎么心事重重的？霍奇替我脱掉外套，是我让你不舒服了？我一直低着头，不太习惯。霍奇带着我躺回床上，没关系，时间久了就习惯了。我嗯了声，忙问飞哥那边的合约怎么办？我怕他又逼我去喝酒当裸替。霍奇吻了下我的肩头，你签的所有合约都作废，过后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经纪人。我佯装惊讶，已经签了字的，可以作废吗？霍奇好笑的看我，就像看一个天真的傻孩子。青青，这是资本游戏，而我恰巧就是那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人。说完，他又欺身压了过来，抓住我的手。霍奇痛呼了声，目光落在我的玫瑰银戒上，他蹙眉道，这戒指扎人，扔掉，回头给你买钻石的。这是妈妈的遗物。霍奇叹了口气，那带着吧。我从宿舍搬了出来，霍奇安排我住进了他公司附近的高档小区平层里，他几乎每天都住在我这里，尽情索取。霍奇对情人很大方，接连给我买珠宝、衣服和包，给了我一张卡，让我想买什么就去买。我拒绝了。霍奇很诧异，问我是不是想要现金给父亲还债。说完，他就要给我转钱。我告诉他，我可以做他女朋友，但不能一辈子依靠他，我想自己挣钱。霍奇嗤笑了声，问是不是以后出名了，挣了钱就准备离开我。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换了种方式表达，您是有太太和女儿的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那我就应该懂分寸，如果哪一天您不喜欢我了，我立马消失在你眼前。记得霍奇摸了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，很懂事，也很聪明。他说到做到，重新为我准备了一份比较利我的合约，也给我安排了一位靠谱的经纪人芳姐。至于我那前任经纪人，最近有位退圈女演员在网上实名举报他猥亵强奸，逼迫艺人陪酒，有视频证据。紧接着有不少实名匿名女生站出来声援，说是全飞的受害者。巧的是，宙星这边查出全飞涉嫌职务侵占，已经报案了。不用问了，
肯定是霍奇的手笔。周一下午，霍奇带我去了趟宙星。豪华顶层办公室里，霍奇懒懒地坐在沙发一侧，我乖顺地挨着他坐，他胳膊搭在沙发沿上，如有人从后面看，肯定会觉得他在搂我。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，坐着位知性漂亮的女士，正是芳姐，她留了齐肩短发，戴着铂金首饰，一身白色休闲西装，看上去干练而聪明。芳姐早都知道我和霍奇的关系，静静翻阅着我的资料和照片，笑着问：青青，你更喜欢演戏还是唱歌？我看向霍奇，霍奇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，芳姐是自己人，不用怕，直接说。我想了想，我唱功其实一般，可能演戏会更容易入手一点。芳姐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，笑道：是这样，我此前和霍总已经沟通过了，接下来会为你请表演老师，系统的教你。目前公司正好有个项目，是部小众文艺片，奔着冲奖去的。到时候你得了奖，起点就比绝大多数演员高出一大截，也能接触更好的资源。我点了点头，安排的明明白白。霍奇柔声道：还有什么想法？趁着我在，现在和芳姐说。我思忖片刻，不太好意思，我不太会表达，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年纪还小，刚从学校里出来，如果不拍几部校园剧就亏了。等再过几年，可能就没这种形象和心境了。是不是和您给我设计好的路冲突了呀？但我没说好了。芳姐称赞道：很有想法。校园剧有很大一部分受众群体，吸粉力也很强，过后我会替你留心一下好的本子。我兴冲冲，我之前特喜欢看校园小说，眼睛都给看近视了。对了，我特别喜欢一本叫《星星堂指》的文，这本超火的，我还花高价收了本实体书。感谢女儿，当初我从她书包里没收了不少言情小说，对网文还算比较了解。芳姐笑道：星星堂指啊，我知道这本，确实非常火，版权前年被顺义娱乐买走了，网上炒得很热，好像他们正在接洽女主是张欣蓉。张欣蓉，我挺喜欢这个女演员的，绝对的天赋型选手，天生电影脸，童星出身，已经拍过不少出圈影视剧，属于有口碑有演技的好演员。这时霍奇左腿叠在右腿上，女主争取给青青。我忙说：抢别人饼不好吧，而且张欣蓉粉丝特别多，我只是个素人，肯定会被书粉和演员粉给扬了，算了算了。霍奇笑着揉了下我的头发，问芳姐能做到吗？芳姐想了想，咱们和顺义娱乐本身就联系密切，花高价把版权收购，再交换一下资源，应该没问题。青青的顾虑也有道理，我觉得可以筹办一个综艺选秀，这是素人迅速爆火最好的途径，到时候咱们顺顺当当就接了这个饼。霍奇颔首，去做吧。半月后，一个名叫《纸片光影》的选秀综艺忽然上线。如其名，现在热门小说改编影视剧的风潮正盛，所以综艺做成了导演选角色的形式，以经典名著和热门小说的主角形象为蓝本，要求演员演绎，最终选出冠亚军。当然了，赢家不仅有机会参演大 IP 的主角，而且通过节目也能得到众名导的指点，如果表现得好，万一得到某位导演或者制片人青眼，那就扶摇直上了。这次综艺采取素人加演员齐竞争的方式，只为选出符合书粉心中最好的二次元男神女神形象。我以素人的身份参加比赛，但背后却有一个团队，化妆、服装、宣传、培训、造势。我的人设是失去母亲，被父亲抛弃的孤儿，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，尝见人生百态，身处黑暗却努力向往阳光。虽然我没有名气，但现在这个市场环境，人们似乎更喜欢看到普通家庭孩子一步步成为明星。这算是种养成游戏，如果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，当社会上升通道收窄，寒门再难出，贵子成为集体焦虑时，普通人成神就成了一剂缓解焦虑的安慰剂。这个寒假，沈青青横空出世，爆红全网。在节目中，我从最初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到后面赢得导演的赞赏，在团队的策划下，网上到处都是我的表演剪辑片段，被广大网友评为曼斯脸、二次元女神。当然，有夸我的，就有黑我、骂我的，说我演得尴尬，除了脸一无是处，被包养，太妹没关系，黑红也是红。这段时间我全部精力都在沈青青这边，蓝衣那边真是无暇顾及，只能一直沉睡。女儿以为我得了病，急得从学校逃课回家，叫来了司机和保姆，将昏睡的我带去医院。当然检查不出什么，女儿肉眼可见的憔悴了许多。我心疼的要命，但攻略任务必须得做下去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
这档综艺总共近2个月，录制了10期，最后一期决赛采取直播的形式。霍奇当晚也来到了演播厅，这段时间他花了不少钱给我造势买选票，我与他的感情也日渐亲近，完全像一对情侣。但不论我怎么花心思，爱意值最高达到80，不会再多了。比赛结束，我得了第3，不会最风头，但也足够好。当晚我喜提4个热搜，沈清清演技不错，青青好美，难看沈清清和谁牵手了，褒贬不一，绯闻缠身，但确实是红了。我参加完颁奖，刚回到后台，霍奇就牵起我的手带我走了。到家后，霍奇早都为我准备好了香槟，音乐暧昧，烛光闪闪。我举起酒杯，望着对面的男人，努力让自己泪眼盈盈。这次真的多谢老公了，没有你的背后支持，我才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。霍奇与我浅浅碰了下杯，笑道：我捧红你，你为宙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，咱们双赢。恭喜你，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名次。我撇撇嘴，才第3。我感觉我的演技超好，能骗死人，应该得冠军的。霍奇宠溺笑笑，已经很棒了。酒入喉，人也微醺。霍奇起身，朝我伸出手，我会意，将手递给他。他搂着我，踩着音乐，在客厅慢悠悠摇。知道吗？我在台下看着你表演，生命力在盛放，看你长大的样子，你身上熠熠星光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我心里清楚，他透过我看到了他表姐情书，他今天给我的一切，将我高高捧起，其实是透过我完成他卑微的愿望罢了。真的吗？我靠在霍奇胸口，从前我觉得离你太远，咱们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阶层鸿沟，今晚我觉得离你更近了呢。霍奇捏住我的下巴，让我仰头看他，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发泄欲望，而是温情地亲吻了下我的嘴角，又吻上我的眼睛、脸、脖子，紧接着舌尖撬开我的唇齿，肆意掠夺着姐姐。霍奇吻得动情，抱着我倒在了沙发里，他身上尽是酒气，眼睛醉得迷离。姐姐，姐姐。我鄙夷一笑，我在。霍奇捏住我的脸，眼睛里蒙上层霜，你知道姐姐什么意思吗？竟敢答。我无辜道，这不是你的性癖吗？就像女孩子偶尔叫男朋友爸爸。霍奇最后一丝理智崩裂，抓住我的衣襟。就在他要撕开的刹那，手机响了。霍奇本不想理，奈何手机无休无止的响个没完。谁？霍奇接起后，恶声恶气。离得近，我便也能听得清。电话里传出少女咬牙切齿的声音：爸，我就在小区里，我要见你。你如果像之前几次避而不见，别怪我让你和那个女人名誉扫地。你知道我为了我妈，什么都豁得出去。我的心咯噔了下，是星宇。霍奇直接挂断电话，紧接着给助理小朱打过去，喝骂：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星宇怎么会找到这儿？把他弄走。不用问了，孩子来找霍奇，肯定是为了我。我忙劝，你之前听小朱说过，星宇是个很聪明懂事的孩子，他来找你肯定有急事，你要不去见见他吧。霍奇烦躁地坐起，点了根烟，冷哼了声，还能有什么事？肯定是他妈教唆的。我拳头攥紧，拼命按捺住火气。这时小朱给霍奇打来了电话，霍总，星宇不肯离开，他要给记者打电话，说要曝光你和沈小姐。霍奇手揉着鼻梁，带他上来。几分钟后，门铃响了，我过去开门，门斧一打开，星宇就冲了进来，与我撞了个满怀。我忙圈住他，别着急，慢些。星宇瞪向我，在四目交接的刹那，他愣了下，你。我怕他惹霍奇生气，又挨打，而今我是沈青青，没法违逆金主护他，便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，好好和你爸说话，别惹他生气。起开！星宇一把推开我，疾步跑进客厅，女儿眼睛哭成了核桃，倔强地盯着霍奇。霍奇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，你别误会，沈小姐是宙星刚签的新人，公司比较重视，我来和她探讨下后续商演的事。他上下看了眼星宇，倒打一耙，谁告诉你我在这儿的？星宇腮帮子鼓鼓的，显然在憋气，我好几次去找你，你要么开会，要么出差，总不见人。小朱哥他们也都不肯对我说实话，我就往你常开的车里安装了个定位器。这段时间，这位沈小姐出现在哪里，爸爸你就去哪里，真的好忙啊。霍奇阴沉着脸站起，你还敢跟踪我？眼看着霍奇怒了，我忙要出来打圆场。谁知这时星宇竟跪下了，爸，自从出了张曼宁那事后，你就再没回过家了。
霍奇冷冷道，是你妈妈不愿意见我，带你搬出去了。之前我放低姿态去看她，接她回家，她把我赶出去了。我怒不可遏，满口谎话。星宇哭道，妈妈得病了，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2-3个小时，而且睡着后根本叫不醒她，林主任叔叔也检查不出什么。妈妈脸色越来越不好，瘦了很多。天底下我就一个妈妈，我不能失去她。爸，你人脉广，求你就一救妈妈。星宇跪着爬过来，抱住霍奇的腿，国内医院查不出什么，你带她去国外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霍奇一把拽住星宇的胳膊，把孩子拽起来，正点事就下跪，一点霍家人的骨气都没有。星宇可怜巴巴地望着霍奇，那你会帮妈妈吗？霍奇没说话。我忙上前对霍奇说，芳姐刚才给我发信息，说要商量一下过几天去官宣的事，你跟星宇回家看看去吧。霍奇蹙眉，沉默了半晌，吩咐小猪把星宇带去地库，他收拾一下就下来。等星宇就走，我松了口气。谁知霍奇从后面忽然抱住我，抱歉，今晚不能陪你了。我恶心的浑身难受，却还要通情达理，没关系，以后我还会有更多成就，到时候好好庆祝。你快走吧，别让孩子等急了。霍奇好笑道，你这语气倒像个妈妈。我头皮瞬间炸开，啊，我只是感觉。星宇哭得可怜巴巴的。开个玩笑，看把你吓得。霍奇掐了下我的脸，去玄关换鞋。我将外套递给他，他没接，垂眸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想了想，踮起脚尖，吻了下他的唇。他抱住我，狠狠亲了口，满意的离开了。门一关，我就冲进卫生间，刷牙漱口来了个全套。我本不想换回去，因为回去必会见到霍奇，莫不如昏睡着，他看一眼也就走了。但我怕星宇和那畜生起冲突，而且更怕他发现那枚一模一样的玫瑰银戒。我匆匆卸妆洗漱，躺回卧室，指尖按在花心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竟在医院，灯光刺眼，头顶悬挂着药瓶，看来家里人见我长时间不醒，将我紧急送往医院。怪不得星宇这次跪下求他爸爸。我想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浑身虚软，根本动不了。这时孙阿姨从卫生间出来了，她见我醒了，小跑过来，哽咽着问，太太感觉怎么样？我这就去叫医生。不用。我虚弱的摆摆手，笑道，有点饿了。孙阿姨忙拿出保温桶，为了倒出些粥。她贴心的扶我坐起来，知道我没力气，便坐在床边一口一口喂我。喂着喂着，孙阿姨眼睛红了，背过身抹泪。别哭，我按住孙阿姨的肩膀，劝道，医生都检查不出我有什么毛病，我就是犯困而已。孙阿姨啐了口，霍总也不说回来看看你，你瞧你，都瘦成了把骨头。我笑道，这些年胖了不少，现在正当减肥了。孙阿姨用手帕轻轻为我擦嘴，柔声道，星宇已经去找他爸爸了，霍总人脉广，肯定能找到更厉害的大夫。你要好好的，见了他别跟他吵，咱把病看好了，可别让外头那些狐狸精得了意。我嗯了声，吃了点东西，我的精神好了许多。正和孙阿姨说这话，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，霍奇和女儿一前一后进来了。女儿见我醒了，高兴地奔上前，发现床头柜上的空碗，笑道，妈妈吃了不少啊。我轻抚着女儿冰凉的小手，想起不久前女儿跪下求霍奇的画面，心里一阵疼，哽咽着说，妈妈没事，别怕啊孩子。女儿想哭，怕我担心，又把眼泪憋回去。妈，爸爸说会带你去港城，他联系了一位特别有名的医生，一定能治好你。我看向霍奇，他从进门后自始至终贴墙站，很平静，看我的时候眼中有几许嘲弄。是不是啊爸爸？星宇给霍奇使眼色。霍奇咧出个假笑，对，这2天就能动身。我撇过头，不用了，我没有任何病。霍奇冷笑了声，这可是你自己不去的。女儿一听这话，急得不行，妈妈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你知道为了带你去看病，我，好孩子，妈妈都知道。我转头对女儿说，妈妈想吃草莓蛋糕，能不能买给我？女儿皱眉，斜瞟了眼霍奇，还是不放心，让孙阿姨买，我陪着你。孙阿姨很有眼色，过来拉星宇，咱们一起去，让你爸爸妈妈说会儿话。女儿他们走后，病房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和霍奇谁都不说话。半晌，霍奇走到窗那边，背对着我站，他点了根烟抽，将窗子推开了些。我被呛得咳嗽了通，可不可以别抽，这是医院。
霍奇将烟丢在地上，碾灭，冷笑了声，阿音，真的很没意思。你完全可以自己给我打电话，却让自己女儿跑前跑后。我也不想解释，反问他，我看新闻了，你有新欢了？霍奇嗯了声。我看着自己中指上戴的银戒，认真的吗？霍奇又嗯了声。一阵沉默。霍奇忽然开口，阿音，咱们离婚吧。我呼吸一滞，什么？霍奇合上窗，不公开，钱我会给你一个非常满意的数字，房子、珠宝、名包、车等各种资产，我都会补偿你，只多不少。我觉得好笑。霍奇回头，蹙眉，笑什么？不好笑吗？我不能提离婚，不能剧透，要和他锁死，可他却能轻易抛弃我。他叫沈青青，对吗？我深呼吸，平复心绪。这段时间我不断的听到他，霍奇，你和他才认识多久？霍奇一笑，难掩温柔，不长，但足以让我确定，他就是我后半辈子想要携手度过的人。他拿出烟，准备抽，想起什么又扔掉。你怎么说呢？咱们都到这份上了，互相折磨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说了算吧。我打断霍奇的话，但是我答应了女儿，要先治嗜睡这个病。霍奇挑眉，好，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替你在港城联系了位非常好的医生，正好我姑姑在那边，他会照顾你。等你回来后。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霍奇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他一走，我就呼唤系统，他要跟我离婚。系统打了个哈欠，听到了。我真的慌了。霍奇心狠手辣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他肯定有无数种方法逼我就范。如果真离婚，会对我有什么影响？系统，你会死。我怒了，这不公平。系统笑道，茵茵，你别生气啊。换个角度看，霍奇想和你离婚，娶沈青青，说明你攻略的很顺利呢。别瞎扯，我打断系统的话，之前规定我和霍奇是锁死的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也会死吧？系统，不是了呢。霍奇现在成了沈青青的攻略男主，也就是说，蓝茵的死生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我怒不可遏，把我当鬼子整我啊！系统，港城那边，你最多只能留3个月吧。所以茵茵，你要加油了。我气得手都在抖，那我可以逃，这样就不会离婚了。系统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不要女儿了？放心把孩子交给霍奇。你的心脏病也是个雷，病发了怎么治？我疲惫的倒在床上，使劲搓脸。系统小心翼翼的问，茵茵，你要放弃了吗？我睁开眼，现在霍奇的爱意值是多少？系统89，很高了哦。我渐渐冷静了下来，刚才有点激动，其实现状并没有我想的那么悲观。霍奇生出想要和沈青青结婚的心思，那说明我细水长流的攻略是有效的。而他爱意值并不稳定，说明他是在某个时刻会失控，会忽然飙高或者骤降。当年他成了植物人，摸到我的运度是这样，他在墓园见到我这张脸时也是这样。系统兴奋地问，所以你有计划了吗？我笑了笑，算是吧。我不喜欢医院的味道，所以晚上就带女儿回家了。为了让女儿安心，我强撑着精神和她说了半宿话。次日一早，我赶紧换回沈青青那边。醒来时觉得腰上沉甸甸的，而且睡衣也早不翼而飞。是霍奇，他从后面将我紧紧搂住，气息萦绕在我耳边。我厌烦地将他的手扯开，谁知他却抱得更紧了。醒了。霍奇吻了下我的肩头，你睡得好沉，昨晚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我赶紧叫了个医生朋友过来。我紧张地问，医生说什么了？说你这段时间太累了，压力又大，睡觉反而是疗愈。我松了口气，蓦地想起昨晚在医院经历的那些，此刻真是极其烦这个人。我往开挣扎，我去趟卫生间。霍奇抱住我，不让我走，姐姐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我一阵恶寒，转身看他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像是开玩笑的人吗？霍奇眼睛一片清明，手指勾起我的头发完，我那个女儿被她妈妈养废了，跟我不是一条心，我得重新要个孩子。我忍住怒，可我还小，而且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霍奇抱住我，你会名正言顺的。见我半天没说话，霍奇掰正我的脸，逼迫我看他，青青，你不愿意？我小心翼翼，昨晚芳姐还告诉我，让我今天去公司签合同，紧接着就会官宣我是新兴堂纸的女主。霍奇蹙眉，不要签了，一个小网剧罢了，这是我好不容易迎来的机会。霍奇沈笑，青青，我能让你一夜爆红，
也能让你。他没再说下去，暗示威胁意味已经很明显了。我委屈巴巴的撒娇，可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小说，很想演这个角色，老公。我都想吐了。霍奇闭眼想了下，算了，反正这部网剧的拍摄周期不长，拍完就退圈吧，我不喜欢你当演员。为什么？霍奇指尖抚摸着我的脸，一想起你要和对手戏的男演员拥抱接吻，我就很生气。我后脊背阵阵发寒。当年霍显就说了类似的话，不许我跳舞，讨厌我和别的男人接触。这对兄弟俩控制欲一个比一个强。我佯装驯服，趴在他胸口，听你的。霍奇很满意的吻了吻我，乖。我眯眼趴了会儿，就准备起床，我得去找芳姐商量下，星星堂指的女主唐若星会跳拉丁，在学校的晚会上，热舞掀翻全场，也吸引了男主的目光。可我一点拉丁都不会，我只会跳芭蕾和民族舞，得赶紧让芳姐给我找个老师培训一下，好愁人啊。霍奇把我捞回去，他眉头深锁，像想起了什么，抹撒着我的背，我看过你来宙星面试的录像，你芭蕾跳得很好。这样吧，让编剧修改一下，让女主角跳芭蕾。我忙说，不好吧？这是魔改设定剧情了吧？我要是跳芭蕾，到时候会被书粉手撕祭天的。霍奇笑笑，相信我，你的气质跳芭蕾更好，我也更喜欢。纸片光影这档综艺结束了，我的人气高涨。1周后，官宣了我将出演热门言情小说改编的同名剧《星星堂指》，一旦激起千层浪。有人骂我抢了张新荣的资源，也有人夸我和书中女主配适度高，反正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。很快我就进了剧组，拍摄周期预计75天。这段时间我压力极大，因为没什么表演经验，要靠导演手把手的引导调教。而且霍奇不许我和男演员有任何的吻戏，都是靠借位或者替身完成，引得男主不满，剧组也议论纷纷。霍奇来真的，家里的套全被他扔了，这段时间还戒了烟酒，就算再忙也会运动。狗系统在一旁对我明夸暗损，不愧是 PO 文女主，天生对男主有吸引力。说完还幸灾乐祸，霍奇这边已经准备离婚手续了，他现在的爱意值还是80多，你要加油哦。我心里骂了系统1万遍，但还是冷静下来，让系统把霍奇的爱意值曲线图调出来，一遍遍看分析。至于我本体蓝阴那边，港城那边的医生也检查不清我嗜睡的原因是什么，见我整日郁郁寡欢，建议我从心理方面治疗。当初与霍奇约定的3个月之期很快过去，我必须从港城离开了。霍奇怕我正幺蛾子，特意让助理小猪前来接我。港城国际机场，阳光玻璃幕墙照进来，在地上打出块光斑，旅人拖着行李箱经过，滚轮碾碎了那唯一的明亮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我拿出手机刷。最近网上有很多星星堂指的物料，剧方特意放出了男女主的花絮，供粉丝提前磕糖。这时，从不远处走来个俊秀挺拔的青年，是小猪。他捧着杯热饮，双手给我递过来，见我在刷沈青青的相关微博，青年沉声道，她远没有您漂亮。我关掉手机，接过热饮，淡淡笑道，可是她很幸运，你们霍总给她打造了个舞台，让她成为大明星，受人追捧。小猪蹲在我身边，急切道，她算什么？太太，您当年才是舞台上最熠熠生辉的明星。我拍了拍小猪的肩膀，换了个话头，张曼宁最近怎么样了？小猪往上推了下眼镜，做错事的人肯定是要受惩罚的，霍总现在一颗心都在沈青青身上，早忘了他每天都坚持给霍总写一封情书，妄图让霍总原谅他。我叹了口气，小猪，太太觉得他可怜。不，我淡淡道，一个要杀我的人，我怎会同情他？只是有点惋惜，他学习挺好的，本该有个明亮的前程。一阵沉默，不知从哪里吹来阵风，我捂住心口，咳嗽了通。小猪忙找出披肩，给我披在身上。没事，我摆摆手。小猪踟蹰了许久，太太，其实和霍总离婚未必不是件好坏事，您还年轻，会更自由，有更多的选择。我将披肩裹紧了些，我不会离婚。小猪哀叹了口气，满腹心事的样子。我温声道，别担心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小猪看过来，眼睛如星子般明亮，您若有用找我的地方，请尽管说。我喝了口冷饮，对了，今天回去我会见到霍奇吗？小猪道，估计见不到，最近沈青青的戏杀青，霍总一直陪着他。霍总让您先回家歇着，
他过后会找您的。我困得打了个哈欠，让小朱把我扶到轮椅上。抱歉，我得睡一会儿了。这边，我是在剧组房车里醒来的。我揉了下发痛的太阳穴，港城的机场真冷，饶是切换过来，我依旧感到寒意阵阵。抬眼望去，公司给我配的生活助理正歪在椅子上打瞌睡，他听见动静，立马惊醒。哎呦，我怎么也睡着了？我看了下手机，早上8点10分。今天是最后一场戏了吧？我起来穿鞋，从冰箱里拿了杯美式。助理拿着卷发棒和化妆箱过来，替我补妆，笑道：是的，青姐，今天您的戏份就全部结束了，芳姐和霍总都会过来。我喝了几口咖啡，冰凉入喉，将困意全都驱散。对了，我之前让你做的事都弄好了吗？助理忙道：放心吧，青姐，场地前2天已经租好了，我早让人打扫好了，并且反复检查过，没有摄像头之类的东西。我嗯了声，那就好，今晚我会给霍总一个惊喜。助理恭维道：您和霍总感情真好。我挑眉，是啊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来敲门。沈老师，到你的戏了。我再次对镜检查了遍妆容，来了。最后一场戏拍得很顺利，导演一声卡，我的戏份杀青。众人都聚上来，鼓掌恭喜，给我送上鲜花。这时有人提议拍照留念，让男主靠我近一点，咱们这是甜剧，你俩亲密点。男主角是个流量小生，长得很帅，也聪明，巧妙的借位站在我身旁，看上去挨在一起，其实离我有一拳远。怨不得男主忌讳，霍奇就在不远处关注着这里的一举一动。拍完照后，霍奇捧着鲜花和香槟走上前来，张开双臂，想要抱我，亲亲，恭喜你。我往后躲了几步，摇了摇手指。霍奇不解，怎么了？我给身后的助理使了个眼色，助理上前给霍奇递了张玫瑰花形的卡片。霍奇打开一看，会意的笑了。我佯装害羞，转身离开。卡片上写了个地址，还有4个字，请来这里。这是个很僻静的小礼堂，装修华美，所以租金也比较昂贵。我事先让人将桌椅和摆设全都清了出去，地上撒满了玫瑰花瓣，在空荡的观众席区只留了一副桌椅。桌子上放了瓶价值不菲的红酒，已经醒好了，旁边摆了一只高脚杯。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霍奇进来了。今天他穿着西装，头发做了造型，看上去俊帅潇洒。我躲在台上的幕布之后，注视着霍奇的一举一动。他看到小礼堂的一切，显然很惊喜，走到正中的桌前，拿起红酒边的卡片，念上面的字，请喝掉。霍奇往杯中倒了些酒，欣赏了番后，这才品了一口，不错。他端着酒杯往舞台这边走来，青青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先别过来。我喊住他，惊喜还没有完呢。说着，我按下了音乐按钮。顿时，从音响里传来诡异而优雅的乐曲，很动听，但也缥缈阴冷。霍奇坐到椅子上，闭眼品着红酒，侧耳倾听。这是芭蕾舞剧《吉赛尔》第2幕的曲子。阿尔布雷希特被幽灵们困住，那些女鬼逼迫他跳舞，直到死亡为止，最后是吉赛尔救了他。没错。我站在幕布之后，对着镜子，换上了白纱裙，穿上舞鞋。今天我杀青，拍的是星星堂指男女主重逢的一场戏，女主跳的舞就是吉赛尔，男主想起了他们高中时的甜蜜美好，再次对女主动心。霍奇，所以你也要给我跳舞吗？我一步步走了出去，站到了舞台正中央，提起裙子给对面的霍奇行屈膝礼。霍奇挑眉，举起酒杯，音乐飘扬，我跟着翩翩起舞。霍奇一边喝酒一边微笑着欣赏。我没有再保留，完全以当年蓝音技术来跳单纯的农女。吉赛尔被阿尔布雷希特欺骗，还被他的未婚妻羞辱，绝望之下自杀。在月光森林墓地里，有一群被情人背叛的未婚少女，她们死后化成了幽灵，在午夜时分强迫路人跳舞致死。那时阿尔布雷希特前来墓地忏悔，幽灵女王命令吉赛尔和众幽灵们去引诱那个男人，让他跳舞到死亡。可吉赛尔好爱他，保护他到黎明，救了他。不，欺骗与背叛不可原谅。我一边跳着一边往前看，霍奇已经喝了半瓶酒，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神迷乱，喃喃换了个名字，阿音。忽然他起身冲了上来，一把抱住我，疯狂地吻着我，撕扯我的衣服。他抱着我倒在玫瑰花瓣里，像失而复得般捧着我脸亲吻。我温柔地回应他，霍奇，我一直都在，
永远不会离开你。霍奇瞳孔一缩，彻底沦陷。他像失控的野兽一样，冲入层层阻碍，沉溺在这极限的欢爱中。我感受到了他的独占欲和疯狂，双腿缠住他的腰，问他，霍奇，你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啊？爱。我闭上眼，心脏跳动的极快，等待着最终的审判。忽然，脑中传来叮的一声，那个机械冰冷的女声响起，恭喜宿主攻略成功，男主霍奇对您的爱意值达到了100。霍奇显然也听到了，停止了所有的动作。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转而一笑，没事，估计是刚才喝多了，出现了幻觉。我莞尔，既然霍总没听清，系统，请再播放20遍。那个女生开始循环播放，恭喜宿主攻略成功。字正腔圆，语速偏快，播到后面就只听见100100，霍奇脸色惨白，连裤子都来不及穿，抱着头往后退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听见这种话？我起身，从角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袋，穿上衣服。系统，我冷冷呼叫。系统迅速上线，我在泥阴阴。我盯着霍奇，记不记得当初咱们打赌，霍奇会不会来找我？你输了。系统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我狞笑，现在我要你兑现承诺。系统，你想要什么呢？阴阴，不能太过哦。我的手都在抖，我要给霍奇剧透，但不能伤及自身。系统沉默了几秒，好的，但只能给你3分钟哦。足够了。我走到霍奇面前，对他说了第一句话，我是蓝茵。霍奇睁大了眼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抓紧时间，记得当年你出车祸后成了植物人，在脑中听见的那个女人声音吗？这些年你背着我查玄学，多少应该知道这世上存在系统和攻略这个概念了吧？当年我攻略成功，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把所有积分兑换掉，换取你苏醒康复。可是霍奇，你背叛了我。霍奇挣扎着站起，不可能，你是沈青青，你不可能是蓝茵。时间在一点一滴过去，我抚摸着自己的脸，嗤笑了声，这不过是一具临时性的身体，我特意按照你喜欢的样子，让系统捏造的。你表姐秦书的样子，很像吧？霍奇是绝顶聪明之人，立马反应过来了，所以蓝茵才会得嗜睡症。我挑眉，对，蓝茵睡着，沈青青才会苏醒，才能攻略你啊。3分钟时间到，这时脑中再次出现那个机械女声，恭喜宿主，您将会在1个小时后兑换积分，您的一切愿望，系统都会为您实现。霍奇跌跌撞撞的奔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你想换什么？是不是想杀了我？我只是静静的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霍奇怒不可遏，掐住我的脖子，又松开，腰无力的折下。阿茵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还是不说话。霍奇都要崩溃了，那你想要什么？好，我向你保证，绝不离婚。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把手机交给你保管，以后回归家庭，对你一心一意，若有违背诺言，叫我不得好死。我嗤笑了声，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霍奇眼里浮起抹生机，这么说，你肯原谅我了？我看着眼前狼狈的男人，曾经相爱，而且你对我们母女也算不错。只要你不闹得太过火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你是孩子的爸爸。可是霍奇，那个张曼宁给我下毒，你第一反应居然是维护他，这让我如何原谅？霍奇含泪，可我已经惩罚他了啊。我推开他的手，那是因为你知道了当年的真相，你不是为了我惩罚，你是厌恶他欺骗你，恨老张算计你。霍奇呼吸急促，阿茵，你说吧，要怎么才肯原谅我？我一笑，亲手解决了张曼宁。他恨我入骨，日后对我还是个隐患。霍奇怔了下，转而松了口气，好。说完，他抓起地上的裤子，急忙跑了出去。没一会儿，汽车引擎声响起，音乐还在继续响着，小礼堂的地上一片狼藉，玫瑰花瓣被碾碎，枝叶鲜红入血。我往后连退了数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Bravo！ 系统连连鼓掌，太精彩了茵茵，我之前还以为你会攻略不成功呢。天，你到底对霍奇做什么了？他的爱意值怎么会过100？我从衣服兜里掏出张纸，上面是霍奇爱意值的变化折线图。霍奇这个人多疑冷漠，没有谁能完全攻略他，但是2次攻略还是能找到一些规律。我说过的，当年霍奇是植物人时，我悉心照料他，他摸到我的孕肚，爱意值爆表。还有，
之前他在墓园刚见到沈青青的时候，那瞬间飙升到了70，而在我来宙星面试那天，更是差点成功，达到了95。这说明他是在不同的情境想到了不同的人，所以才会出现变化。在墓园，他透过我看到了表姐情书，而面试那天，我挑了现代芭蕾，他应该是透过沈青青看到了蓝茵的影子。他想要拥有一个长着情书脸和蓝茵骨的女人，一个干净单纯、彻头彻尾属于他的女人。那么他需要什么，我就调整计划，给他展现什么。他遗憾情书早逝，便下了血力气来捧沈青青，看到沈青青取得星光，就等于满足了他的缺憾。他不愿沈青青抛头露面，哪怕工作时被人触碰都不可以。是他心里多年来一直有根刺，蓝茵曾是他大哥的女人。今天戏杀青了，意味着沈青青彻底属于他。我看了眼桌上的红酒，之前我得了怪病，有途径弄到血受管控的精神类药物。我往酒里加了点，他喝了后会极度兴奋，在无比快乐的性爱中放松警惕，沉迷进去。喜欢的女孩，暧昧的气氛，还有药物的辅助，在那一刻，他就是最爱我的。系统赞叹，哇哦。他问道，不过茵茵，你真的会原谅他吗？我找了个安静安全的地方，躺下，指尖刺破玫瑰花心。该办另一件事了。我是在车里醒来的。此刻，我靠在孙阿姨身上，前面开车的是他儿子程晨，副驾驶上坐着霍奇的助理小朱。身体还是很虚弱，我挣扎着坐起来。朝外看去，车子停在一栋别墅外。小朱担忧地望向我，太太，张曼宁就关在里面，只有一个保姆看着。他没忍住，兰姐，你身体还没恢复，一直在沉睡。我不懂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吩咐我们带你来这儿？我冲小朱一笑，没错，小朱是我的人。我有做公益的习惯，小朱是我资助了多年的学生，他父亲得癌，也是我花钱给他父亲治病的。小朱不负期望，考上了名校，毕业后就去霍奇公司做事，再由我暗中运作，他用了整整7年，成功爬到霍奇身边，成为霍奇最信任的人之一。我早都和霍奇貌合神离了，在他跟前必须放我的眼线。这段时间攻略霍奇，小朱一直在给我暗中提供线索。兰姐，你不舒服吗？小朱柔声问。我摇头，走吧，进去见见他。我没想到张曼宁现在会这么惨。她被关在了别墅的地下室，穿着肮脏的睡衣，头发蓬乱，身上一股难闻的味道。在我们一行人进来后，她甚至还恍惚了下，继续抽出一张 A4 纸，不停地写着情书和忏悔书。张曼宁，我惊唤了声。张曼宁痴痴抬头，眯住眼睛使劲看我，她呼吸渐渐急促，是你，兰茵，是你。说着，这女孩张牙舞爪地奔过来，你害得我好苦。小朱眼疾手快，将张曼宁控制住。我一笑，怎么能是我害你的呢？是我关你了？还是我拿枪打你的胳膊了？张曼宁眼里尽是恨，如果不是你，霍叔叔就会一直爱我，他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拿出手机，走到张曼宁跟前。小朱会意，别过脸。我把手机里大尺度照片一张张给他看，那是霍奇和沈青青在一起的照片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他播放视频，虽然没有声音，但视频里男人痴缠着年轻的女孩，极尽宠爱和温柔。张曼宁眼泪一颗颗往下掉。他很久没来折磨你了吧？我合上手机，笑着说剜心刺骨的话，你的霍叔叔现在有了新欢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你会一辈子被囚禁在这里。张曼宁眼里尽是绝望和怒恨，出去又能怎样？你也不会放过我。那不一定哦。我淡淡道，你去自首吧，我这边会出具一份原谅书，大约能轻判。张曼宁犹豫了2秒，梗着脖子，不，你才没那么好心，我宁愿待在这里，霍叔叔就算爱上了别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会原谅我，我可以等。真是冥顽不灵。我给小朱使了个眼色，小朱扯着张曼宁的胳膊往出拽他，兰姐早算到你会这么说，他进来前就报警了，到时候你就跟警察坦白去吧。刚把张曼宁拉出别墅，远处传来汽车轮胎刺耳的刹车声，大灯照来，刺得人眼睛疼。我看见霍奇怒气冲冲的从宾利车上下来，他手里拿着枪，眼睛血红，直直的朝张曼宁走来。砰！霍奇喝了加过药的酒，精神还恍惚着，打歪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现在完全失控了，铁了心要张曼宁的命。
霍叔叔。张曼宁正拖开小猪，朝霍奇奔去，又一声枪响，子弹似擦着张曼宁脖子而过。张曼宁摔倒在地，她一摸脖子和脸，满手的血。眼看着霍奇过来了，张曼宁情急之下躲在了我们今晚开过来的车里。霍奇举起枪对准车玻璃，张曼宁发动车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咚的声响，汽车玻璃被打裂，而疾驰出去的车子直接将霍奇撞飞。此时警笛声也传来，我的手机闹铃响了，1个小时刚到，脑中响起系统那冷冰冰的声音：恭喜宿主蓝茵攻略成功，现在为您兑换积分，您即将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。时间刚刚好啊！从系统再次上线的那刻起，我的愿望始终如一，一颗健康的心脏。是，我可以选择让霍奇死，但就算他死了，我只不过出了口恶气，我的身体还是孱弱不堪的，随时都会踏入阎罗殿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那我就有机会活下去，爱自己，爱女儿，爱生活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我就能报复霍奇。这晚发生了很多事，霍奇枪杀张曼宁未果，反被张曼宁抓住机会反击撞飞，成了植物人。按照我原本的计划，我刺激霍奇去解决张曼宁，同时我也报了警。警察会当场抓捕行凶的霍奇，解救被囚禁的张曼宁，到时候张曼宁和我、小猪都将是霍奇杀人的目击证人。能把霍奇送进去的同时，张曼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可没想到，张曼宁还挺猛的，居然当场了结了他的霍叔叔。至于张曼宁撞了霍奇后，车子失控撞到了墙上，当场死亡。若问我会不会同情这个可怜女孩，绝不。谁会同情一个曾经试图下毒杀害自己的凶手？只是我命大，没被他害死罢了。同情只会带来不幸，路和命都是他自己选的，他咎由自取。我告诉警方，当时张曼宁踪迹全无，我就怀疑是我丈夫把她藏了起来，俩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矛盾，霍奇一直在折磨她。我心肠软，过去释放她，希望她能主动自首。没想到这是被霍奇知道了，他急匆匆赶来，持枪伤人。尽管案子还有不少疑点，碍于我的律师团过于强大，且我本质也是受害者，最终案子只能暂结在这里，一切要等嫌疑人霍奇醒来后才能知晓。我和女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霍奇的一切，他的财产、公司、人事圈里人都知道，我蓝衣女士是忍者神妻，爱抚狂魔，不恨丈夫恨小三，利用手里的职权，不仅把新星沈青青给雪藏了，甚至还重新找了女演员，单拍了沈青青的戏份，直接给星星堂纸来了个换头。他们笑我屡屡遭遇丈夫出轨，仍然深爱丈夫，甚至在丈夫成了植物人后，深情地补办了个婚礼，向上苍祈求丈夫能苏醒过来。有人笑我蠢，也有人觉得我有手段，甚至有人猜测霍奇变成植物人另有隐情。猜去吧。婚礼结束了，我脱下了高定礼服，换上了轻薄的睡衣。系统再次上线，叫苦，真是的，人家也好想参加婚宴，吃美食。我摇头笑，东西很难吃的。系统漠然，茵茵，其实我不懂，为什么你要一颗心脏，以沈青青的身份活下去不好吗？那么年轻貌美，而且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呢。我往脖子和手腕内侧抹了点香水。沈青青的一切都是霍奇给的，没有霍奇，她什么都不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贪，那具身体虽然年轻，但真正得到想必也要付出代价，你们系统的坑，我可见识过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肌肤紧致红润，一口气年轻了10岁。现在多好，我依旧是星宇的妈妈，一个自由自在的富婆。闲时，我把沈青青拍的剧和综艺拿出来看，毕竟也是我重活一次的痕迹。系统笑道，你能这么想最好了。我忙问，记得那时你说过，这本书的真正完结的标志是男女主举办婚礼。现在婚礼也办了，请问完结了？可以剧透了吗？我不会得心脏病了吧？系统，当然完结了，你不论说什么气霍奇都不会被惩罚。末了，系统道，其实我发现复仇文似乎比强制爱有意思哎。我松了口气，笑道，多谢你系统，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。系统，别客气茵茵，祝你以后幸福，我要下线看另一场攻略喽。再见。送走系统后，我环视了圈四周，这处山顶别墅环境优美，里面我装修成了日式侘寂风，很适合养半死不活的植物人了。我从保险箱中拿出针剂，走到卧室最里面，
拉开那扇并不能隔音的纸门。霍奇躺在榻榻米上，睡得很沉。我替他擦了脸和身子，给他打了一针。老公，今天是咱们的婚礼，开心吗？霍奇的脸上平静，眼珠轻轻转动了下。你今天保持得很好，都没有说话哎。我替他盖好被子，凑在他耳边，笑道，待会儿我男朋友来，你也不许说话哦。我们的动静可能会有点大，你忍忍哈。霍奇眼珠频繁转动，好像被气到了。我莞尔，早都跟你说了，我喜欢年轻的弟弟，尤其是体育男大，身材好，长得帅，还体力好，待会儿你听听就知道了。霍奇眼泪流了下来，我给他擦去。老公啊，生活真是处处充满了反转与惊喜，是吧？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